這個大爺30年吃了40萬顆糖，這絕對是你見過最愛吃糖的大爺。只見他夾起一片泡菜，两面都蘸上白糖，接着塞進了嘴裡，荷包蛋上也要來上满满一勺白糖，就连吃炸醬面他都要加入一包白糖，搅拌搅拌就開始享用美食了。這種神仙吃法震撼周圍人一整年。他見人第一件事就是分享糖果，這是他認為最熱情的方式。他嘴裡隨時隨地都含着糖果，一天就要吃60顆糖，口袋裡也裝滿了糖，除了睡覺基本上都在吃糖。又到飯點了，大爺打開糖罐子，把滿滿一勺白糖加在米飯裡，做了個白糖拌飯，這個我覺得還是能接受的，我小時候就是這樣吃米飯的。然而接下來的操作就比較奇葩了，他夾起一片泡菜，蘸上一點白糖，接着就送進了嘴裡。這還沒完，荷包蛋上也要來上滿滿一勺白糖，這個我就接受不了了。飯後大爺還得來一杯糖水消消食，然後1勺2勺8勺，他一共加了9勺白糖，倒上一点點水，攪拌一下，一饮而盡。就這種喝法，他每天都要喝5杯，算下來1周就要吃掉6斤白糖，還有400塊糖果，這屬實已經在人體承受範圍之外了。這樣吃糖牙齒能受得了嗎？大爺輕蔑一笑，說開什麼玩笑，我沒有牙，我10年前就用上假牙了，反正不是自己的牙，想怎麼吃就怎麼吃，嘿嘿。他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吃糖的？原來30年前他的身體出现了問題，不得不戒掉了菸酒，於是找到了糖果作為替代品。好消息是他的身體慢慢恢復了健康，壞消息是他得了不吃糖就难受的病。說起來也是搞笑，大爺雖然吃了大量的糖，但得糖尿病的卻是他從不吃糖的妻子。大爺每天都會鍛鍊1小時，他認為自己的身體很好，但是他真的健康嗎？節目組帶他來到醫院，一番檢查過後，醫生說雖然你暫時沒有糖尿病，但是你有高血壓，還是建議趕快戒掉糖，這樣才能保持健康。最後大爺表示，為了健康自己會盡量少吃糖的。老爺子這種情況算比較好的了，下面這個男人就比較嚴重了。這個男人從出生就喝可樂，33年滴水未進。只見他打開一瓶1.5升的汽水，不到5秒鐘，瓶子就見了底。吃飯的時候，他先倒上了3碗不同顏色的汽水，這幾碗汽水就是他的主食，那一點點米飯只是他的配菜而已。吃一口米飯就要喝1碗汽水，他一天要喝3瓶1.5升的汽水，已經連續喝了33年，瓶子連起來都可以繞操場30多圈。隨之而來的就是不斷上升的體重。不僅如此，他的牙齒也被汽水腐蝕壞了，還得了關節炎，為此他不得不每天吃藥，一把藥物塞進嘴裡。接着就奇葩了，他竟然用汽水送服，他為什麼不喝水呢？他卻說聽到這種回答，節目組覺得很搞笑，怎麼可能呢？每個人都可以喝水啊。为了解答疑惑，他決定現場演示，一口礦泉水下肚，緊接着而且他頭上也滲出了汗珠，看起來好像是真的不能喝水。他說只要喝水肚子就會痛，真是奇了怪了。原來他小時候得過一場重病，做完手術後母親給他準備了很多食物，但他自己什麼都吃不下，只能喝一點汽水。從那以後就開始喝汽水了。母親起初對兒子很心疼，於是放任他不停地喝汽水，沒想到最後卻沉迷於汽水無法自拔了。接下來按照慣例，他被帶到醫院做檢查，首先確定的是他的牙齒都成了蛀牙，需要盡快治療。在經過各項檢查後，醫生說他現在的骨骼年齡已經相當於70多歲的老人了，而且他的關節問題更嚴重，有些關節已經粘在了一起。醫生建議他必須停止喝汽水。至於他為什麼喝水就會肚子疼，心理醫生認為可能是小時候的手術或者當時服用的藥物引起了一些副作用，但更多的還是心理作用。幾天後，節目組做了個回訪，發現他家裡已經看不到汽水的蹤跡了。他說自己已經把汽水都扔掉了，現在每天都吃蔬菜，用新鮮果汁代替了汽水，希望可以趕快恢復健康。如果要論對汽水的痴迷程度，下面這個老爺子表示不服。連着他患有骨質疏鬆症，而且大爺已經70多歲了，如果不想開席的話，就要停止喝可樂。大爺輕蔑一笑，聽完醫生的話大叔養了一屋的蚊子，竟然是為了給孩子吃。只見他用網兜在牆上這麼一摟，就收集了滿滿一袋蚊子。但這僅僅是孩子們的開胃菜，還說孩子們最愛吃的其實是蒼蠅。接着他來到一個塑料桶前面，說這一桶就是孩子的主食。掀開蓋子，那味道簡直比奧利給還奧利給，綠頭蒼蠅漫天飛舞。大叔說這是10天前買的雞腸子，在室外整整發酵了10天，就生成了這些蒼蠅。那到底是什麼樣的孩子會喜歡吃這些東西？節目組跟着大叔來到一座大棚，大叔先把抓到的蚊子全部放了出來，瞬間就跳出來了上百只樹蛙。原來他口中的孩子就是這些樹蛙。樹蛙的乾飯時間到，一口一個，那是真香。隨後大叔又把蒼蠅放了出來，看得出來樹蛙確實挺愛吃，口感比蚊子好多了，一口下去還會爆漿。大叔養了3個大棚的樹蛙，一座大棚就有1000只，還都給他們取了名字。大叔說養樹蛙純粹是因為喜歡，自己把樹蛙當成了孩子。樹蛙也很喜歡大叔，只要大叔出現，樹蛙就會跳到他身上，不一會兒身上就爬滿了幾10只。不僅如此，他在家裡也養了一缸樹蛙，就連吃飯也和
和樹蛙一起。大叔說這樣才有食欲，家人都不能理解大叔的愛好，尤其是兒子，和樹蛙比起来，感覺自己不是親生的。如果養寵物有段位的話，下面大爺的寵物更驚人。他把600斤的野豬當兒子養，會騎着野豬去買菜，速度還能調節，只要扭一下耳朵，想快就快，想慢就慢。他直接成了街上最靚的老頭。大爺還會和野豬一起睡覺，野豬每天叫他起床，熟練的打開窗戶，對着主人開始叫。大爺如果想賴床的話，他會反復開關窗戶發出噪音。看起來野豬應該是餓了，主人起身去廁所給野豬做早餐，剛做出來的就是熱乎，野豬吃的一臉享受。大爺說野豬是爬山時意外撿到的，當時很小一隻，很可愛，沒想到它才3歲，身長就超過了1.9米，體重接近600斤。不過還好，野豬很溫順，能聽懂人說話，可以和狗一樣握手，甚至還會跳舞。大爺可以隨時騎在它身上，不過被大爺騎久了，野豬也會調皮的想騎一下主人。大爺完全沒有招架之力，被600斤的野豬壓得死死的，差點壓出了腰間盤突出。大爺每天都會帶它遛彎，野豬很聽話，過馬路會跟着主人走天橋。路過一家豬肉店，它突然停了下來，奇怪，怎麼聞到了媽媽的味道？它莫名感到有一股殺氣，嚇得它趕緊就溜。又路過一家年糕店，賴在店裡不肯走，臨走時忍不住想要下嘴，被大爺無情制止。但是年糕包裝已被破壞，大爺也只好買下了年糕。野豬邊吃還邊低頭感謝，畢竟是野豬嘛。大爺也會帶它來山上遛彎，爬山過水根本不算什麼，一到山上，野豬的本性就暴露了，到處拱來拱去，完事就會乖乖的跟着大爺回家，最後和大爺來個親親，就可以安心的睡覺了。不過要論寵物的稀有度，還得看下面這個。他把一塊石頭鎖在了保險箱裡，還說這石頭價值1000萬。接着揭開了一塊布，出現了一塊奇怪的石頭。小朋友說這是恐龍蛋化石，說這個石頭和樹上的化石看起來一模一樣。節目組還是不相信，他又拿出手機搜索恐龍化石照片，確實看起來很像。化石是在公寓空地上發現的，當時幾個小朋友在挖土，就挖到了這個奇怪的石頭。接着還諮詢了體育老師，老師說以我的經驗來說，好像是真的。那到底是不是恐龍蛋化石？我們帶着石頭找到專家，專家看了半天，說這些還真是恐龍蛋化石，因為石頭表面有一層類似蛋殼，還說可能是草食類恐龍的蛋。小朋友越聽越興奮，問化石能值多少錢？專家說需要進一步確定化石的形成時間和地點，才能確定價值。那化石是怎樣進入公寓的？物業說公寓建成於1993年，根本就弄不清化石從何而來。那会不会是有人丟失的？工作人員詢問了公寓附近的人，有個大爺說是他丟的，很多年前買給孩子玩的，現在孩子都大了，沒人玩就丟了。還說如果小朋友喜歡的話，可以留着。小朋友听到這個消息，激動的手舞足蹈，還說會好好收藏，努力學習，成為一名專業的地質學家。好了，我是岳飛，關注我，每天一個明火行為大賞。他50年收藏了4000多種可樂，現在拿在手上的是世界上第1款可樂，已經超過了100年，瓶蓋都是用的木頭塞子。很多人想喝的82年可樂，他這裡多的是，什麼造型的瓶子都有，全是腦洞大開的設計，從最胖的到最花裡胡哨的都有，還有各種限量款的可樂，有的瓶子上都鑲了鑽石，還有奧運紀念可樂、美國隊長可樂。他還收藏了很多可樂周邊產品，就比如可樂主題的錄音機，因為都是非常稀有的限量版，收集這些花掉了好幾百萬。節目組仔細數了數，足足有4000多種。大叔還說會一直收藏下去，要打破世界紀錄。然而下面這個大爺的收藏能點燃你的心。大爺在塗口紅，但其實這是打火機。他轉身又吃起了餅乾，其實還是個打火機。他30年收藏了6000只打火機，家裡牆紙都是打火機做的，各種你意想不到的打火方式。看着是把錘子，其實是打火機。燈泡也是打火機，牛奶盒都能出火，螃蟹鉗子噴火，你能信？滅火器都能出火，這就離譜了。包包能打火，高跟鞋也可以，最小的和1元硬幣差不多，小是小了點，但照樣能打火。最大的就要用2只手抱着，要說是燃气灶我都信。最独特的要数下面这個，火焰可以分叉，這些火機來自全世界各地。這一款就是來自加拿大的牙刷火機，他每周都要挨個清理一次。打火機已經成了他的精神寄託。然而下面這個大叔的收藏也很費錢，他花100萬收藏了5000部手機，全是你沒見過的，有設計成香蕉玉米的，保齡球也是電話，超人都背着電話，來電就會蹦迪，還有來電就會吐絲的蜘蛛俠電話，易拉罐也是電話，連鞋底都能設計成電話，密密麻麻擺滿了房間，地板上幾乎沒有下腳的地方。工作人員數了數，光客廳就有2000部，另一個房子更多，但大多都是智能手機，一共算下來有5000部，並且這些都安裝了電話卡，都能正常使用。節目組隨即撥打了幾個，果然就接通了。他說每月光套餐費就得5萬塊錢，為此連周末都要去兼職。妻子也覺得這就是一個沉重的負擔，考慮再三，他決定做出改變，把手機都賣掉了，還給兒子買了一屋子玩具。他終於想明白，親情才是最值得收藏的。和他一樣，下面這個人也喜歡收藏，
只不過他只收藏座機，整個倉庫擺滿了座機，一共有3000多部，100多年前的古董電話都有。神奇的是，電話竟然還能使用，不過要像搖動手柄發電才能打電話。大叔演示了一遍，插上了一個什麼模塊，然後真就撥通了工作人員的手機，通話音質非常好，就好像穿越了一樣，很神奇。大叔還打算開一個手機博物館，把這些不常見的電話展出，供大家欣賞。然而下面這個大爺的收藏更有價值，他5年收集了3000萬個煙頭，每天都要去街上撿煙頭，一天就要撿1萬多支，撿滿1箱就要封存起來。5年內收集了300多箱。晚飯後他又去撿煙頭了，還說現在撿的最多。來到飯店門口，果然發現了很多，不一會兒就全部撿乾淨了，即使垃圾桶裡的煙頭也不放過。有人說經常看到他整晚都在街上撿煙頭，下雨天也不例外，只要大爺出現的地方就絕對不会允許有煙頭。那為啥大爺會痴迷於撿煙頭？大爺說這樣做的目的就是警告那些隨意丟煙頭的人，還說這樣能讓自己鍛鍊身體，感到非常快樂。和大爺有同樣愛好的還有這只烏鴉，只要看到有人抽煙，他就會發起攻擊，趁其不備直接一口奪下香煙，接着把香烟叨碎丟進垃圾桶。小哥說自己每次抽煙烏鴉都會出現，好像是針對自己一樣。工作人員假裝抽煙，看會不會遭到同樣待遇。烏鴉仔細觀察了一會兒，假裝毫不在意的路過，突然一個箭步向前叼走了香煙。所以無論是誰，只要抽煙就會成為他的目標。香煙到手，接着又用翅膀把煙弄滅。為啥他會有這種迷惑行為？專家認為他是想把香煙的氣味塗抹到翅膀上來驅趕寄生蟲而已。很多鳥類都會這樣做。好吧，原來如此。好了，我是月貝，關注我，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賞。這位96歲的奶奶曾經死過，但又活了過來，不僅長出了黑頭髮，還長出了新牙。村民都曾參加過她的葬禮，而此刻她卻在廚房做飯，看起來非常健康。她記得自己生病住院，但完全不記得自己死而復生的經歷。面對節目組的質疑，老人的女兒說，這一切都是真的。當時在醫院裡，母親就停止了呼吸，我們連衣服和板板都為她準備好了。之後老太太突然開始咳嗽，慢慢的恢復了生命跡象，家人都感到很震驚。醫生聽說後也感到很驚訝。和老太太一樣死而復生的還有下面這只狗狗。這是一只從墳墓裡爬出來的狗，在它死後的第5天，自己一瘸一拐地爬回了家。主人看到它回來，頭髮都炸起來了，而且旺財後腿受了嚴重的傷，只能用前腿爬行。這一切要從5天前說起。那天主人在田裡幹活，旺財在馬路上溜達，一個沒注意就被過往的車碾壓了。當主人趕過來的時候，旺財已經奄奄一息，沒一會兒旺財就閉上了眼睛，停止了呼吸。主人非常傷心，然後鄰居幫忙把旺財埋在了山上。但就在5天後，主人在院子裡突然聽到一聲熟悉的狗叫。剛開始她以為自己幻聽了，沒太在意，但隨後她老公也聽到了狗叫聲，於是他們朝聲音的方向搜尋，最後在房子附近的溝裡發現了旺財。主人感到很不可思議，鄰居也很內疚，畢竟是自己誤以為旺財死了才幫忙埋起來的。此時旺財的身體情況很差，寵物醫生對他進行了全面檢查，發現旺財後腿已經粉碎性骨折了。那麼這種情況下，他是如何從半米深的坑裡爬出來的？為此節目組邀請了動物行為專家，專家分析後說，當時掩埋旺財的土壤顆粒很大，還混合着很多雜草，使得空氣能夠流通，這很利於他爬出墳墓。破土而出的旺財就這樣沿着回家的路一點點爬行，最後爬到了家附近的溝裡，溝裡面的水幫助他生存了4天，最終被主人在這裡發現。隨後醫生給旺財做了骨折手術，手術很成功，骨頭都恢復了原位。那就希望旺財早日康復。勇敢狗狗不怕困難，他們都是經歷過死亡的。而下面這位是每天都會神秘消失。這個男人說他媽媽每天晚上都會神秘消失，於是節目組趁白天趕緊去見了他媽媽。原來是小狗的媽媽。主人說每天晚上都看不到它，天亮了又會準時出現。主人只能再次把小白拴起來，問題是它一直被鏈子鎖着，而且鎖扣需要按壓才能打開。小白無論如何都是無法掙脫鎖鏈的。開鎖專家也說這種鎖扣只有人才可以打開。專家認為是有人故意幫小白解開的，但是家裡其他人都說沒有幫小白解開過鎖鏈。沒辦法，節目組決定安裝攝像機全程拍攝。剛開始一切正常，時間來到半夜2點13，突然一陣聲響驚動了節目組，接着就發現小白已經消失了，狗窩裡只剩下了狗寶寶。節目組趕緊查看錄像，小白剛開始只是來回徘徊，突然在沒有任何人幫助的情況下，鎖扣就被打開了，接着小白就消失在漫漫黑夜裡。為了解開謎團，節目組又邀請了動物專家，專家反覆觀看錄像後，終於發現了問題。鎖鏈是用一根電線制作的，當小白來回走動時，就會把鎖鏈擰起來，利用巧勁別開了鎖扣。剛開始的時候，小白可能意外打開了一次，慢慢的他就對
開鎖越來越熟練，畢竟沒有困難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現在問題又來了，小白為什麼要選擇晚上消失？專家通過分析後發現，原來小白消失是為了來後院吃狗糧。專家表示，小白是個尽職的母親，她知道要想餵好孩子，自己就要保證營養，才會每天偷偷跑出來加餐。主人感到很內疚，決定以後在小白的狗糧裡再多加上1盒罐頭。最後我還有個疑問，為什麼小白的2個孩子是不同的品種啊？知道的評論區說一下。好了，我是月貝，關注我，讓我們一起走進科学。這一坨黑乎乎的東西就是用蚊子做成的肉餅，50萬隻蚊子才能做出一個，一口下去起碼10萬隻，據說吃起來很像魚肉。小哥嘗了一口，反應一言難盡。每年一到雨季，非洲維多利亞湖就會出現數以萬億計的蚊子，所到之處就會形成一股黑色旋風，場面相當震撼，嚴重的時候可以說是遮天蔽日。這裡的人看到卻喜出望外，對他們來說，蚊子再小也是肉，是每年不可多得的美食，簡直就是天上掉馅饼。抓蚊子对他们來說完全沒有挑戰性，隨便拿個鍋碗瓢盆在空中揮一下，就能輕鬆捕獲成千上萬隻，大人小孩都玩得不亦樂乎。收集到足夠多的蚊子，就可以制作蚊子肉餅了。第一步，把蚊子搗成黏糊糊的一坨，像揉面一樣揉成团，然後手工按壓成肉餅的形狀，按壓力道是關鍵，會影響最終的口感。接着起鍋燒油，一瞬間伴隨着滋啦滋啦的聲音，肉香四溢散開，煎到兩面黢黑即可。裡面熟不熟不重要，吃的就是這個原汁原味。你看隔壁小孩都饞哭了。據說蚊子餅吃起來很像魚肉，因為蚊子主要生活在湖邊，所以還會夾雜一絲海鮮味。煎炸屬於常規做法，當地還有更加獨特的烹煮做法。煮上滿滿一鍋蚊子湯，一口濃湯下肚，別提多鮮了。攝像小哥不相信，決定嘗一嘗。怎麼說呢？吃起來回甘有點臭。不過在食物匱乏的非洲，蚊子餅確實給他們提供了大量蛋白質，這就是大自然對非洲人民最好的饋贈。他們用屋頂上的瓦片做鏡子，不但光可照人，甚至還有美顏的效果。女人們都認為這種鏡子才能照出最真實的自己。做這種鏡子一定要選用紅色瓦片，把瓦片敲碎，放在石板上反復研磨，磨得越細，做出來的成品質量越高。在裡面加上一些黃麻纖維，然後加水充分混合在一起，接着再次把泥漿碾壓一遍，確保裡面沒有大塊顆粒。隨後把研磨好的泥漿放入圓形模具中，用手壓實就可以拿到太陽下晾曬。曬乾後開始打磨，用手感受圓盤的平整度。打磨的差不多了，就要在上面塗上一層黑色粉末，這個就是關鍵了，塗多少完全憑手感。接下來的工作就要由男人來完成了。在光滑的圓盤上放置3塊小金屬，然後將另一個圓盤扣在上面，中間就形成了一個空隙，用粘土把四周完全密封，接着在上面戳個洞，捏出一個入口，隨後放在外面繼續晾乾。等待的時間，他拿出了一些金屬合金，其實泥巴只是制作鏡子的模具而已，鏡子本身還是由這些合金做成的。合金是由硒和銅混合而成，把合金都塞到入口裡面，上面蓋上一層棉布後繼續用粘土密封，然後將這些模具放在火上，上面鋪滿椰子殼開始燒製，就這樣一直加熱1小時，通過聽聲音來判斷金屬是否融化。合金融化後就要慢慢翻轉一下，讓融化的合金液體填充模具中間的空隙，等模具冷卻下來敲掉模具。鏡子毛坯已經鍛造成功，不過現在還不能反光，需要經過幾輪拋光，但首先要把毛坯修剪成合適的尺寸，尺寸不同價格也相差很大。最受歡迎的種類是手持的小鏡子，修剪完成後用濕砂紙開始打磨，鏡子表面出現光澤後，在上面滴上椰子油繼續打磨，直到鏡子可以清晰地照出自己。隨後把鏡子放入鏡框粘合在一起，這還沒完，最後還需要用天鵝绒布拋光，在背後貼上自己的 logo， 這樣一個昂貴的手工鏡子就完成了，能更好地照亮你的美。大爺只是給挖掘機輪胎打個氣，卻引來一群人圍觀，都不可思議地看着他。只因大爺有個絕活，用嘴給輪胎充氣，竟然比打氣筒還好用。家裡的暖水袋被他當成氣球吹，幾下就能吹爆。他平時就用肺活量檢驗暖水袋質量，被他吹爆的暖水袋不計其數。平時出門都隨身帶着一個橡膠軟管，看見沒氣的車子，他插上管子就是一陣吹。大爺只有一個信念，只要有他在的地方，絕對不允許沒氣的情況。大爺說這都不算什麼，還有更厲害的，他可以給卡車輪胎充氣。大家決定做個實驗，一邊用打氣筒，一邊大爺用嘴吹，看誰能把輪胎吹爆。比賽開始，大爺這邊輪胎肉眼可見的變大，一旁7個成年人輪番用打氣筒，但輪胎的鼓起程度還不如大爺用嘴吹得快。5分鐘後，大爺已經把輪胎吹得硬邦邦，一旁的輪胎卻還是扁扁的。很明顯大爺贏了，但他卻並不滿意，說要升級挑戰，把一個鐵架子放在輪胎上，上面又站了20個小伙子。他要在負重的情況下把輪胎吹爆，但不得不說，咱們中國的輪胎質量屬實不錯。大爺吹了10分鐘，硬是沒吹爆。大爺倒也沒太往心裡去，表示不會停止挑戰自己。這不，今天他就想要挑戰極限，吹挖掘機輪胎。很快就引來一群人圍觀，大家都覺得不可能成功，大爺卻氣定神閒，坐着吹了幾下，輪胎竟然紋絲不動。很明顯，這次挑戰確實不一般。
只見他站起來半蹲馬步，穩紮穩打的吹，輪胎終於有了點起色。畢竟是挖掘機輪胎，吹到一半的時候最困難，幾口下去輪胎也沒啥變化。大家不停給他加油打氣，大爺擦了擦汗，接着青筋暴起一陣猛吹，終於把輪胎吹了起来。大爺一臉傲嬌地說，自己才66歲，還能再吹他個10年，只要有我在的地方就不允許出現打氣筒。大叔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拔掉所有電器插頭，接着用黑色膠带把信號燈遮起来，說這麼做是為了保命。家裡沒有一盞燈，冰箱成了擺設，電視還被他故意砸壞了。家裡唯一能用的就是電腦，用電腦前必須全副武裝，戴上墨鏡和特制的沥青面罩，上網時間不能超過3分鐘，不然身體就會疼痛难忍。大家都非常不理解，但更奇葩的還在後面。大叔出门要戴上用沥青制作的面罩和帽子，甚至连衣服都用沥青涂抹了一遍，這已經夠誇张的了。没想到大叔裡面還穿了一件沥青盔甲，把大家看得目瞪口呆。說話間他突然緊張起来，指了指遠處的汽車，迅速戴上了面罩和帽子，匆匆回了家。他究竟在躲避着什么？大叔解釋說自己能感受到電磁波，剛才就感受到了汽車 LED 大燈發出的電磁波，微弱的電磁波就會對自己造成傷害。每當暴露在陽光下，全身就好像被針刺一樣。一身瀝青裝備就是用來屏蔽輻射的。大叔也去過很多醫院，都沒檢查出任何身體上的問題，但電磁波帶來的疼痛是真實存在的。你就說怪不怪吧。大叔認為病因來自之前住的房子，都是因為房頂上的手機基站導致的。大叔壯着膽子走了進去，看了一眼就連連後退，說這裡的輻射很嚴重，只要一靠近，心臟就會劇烈疼痛。可奇怪的是，周圍鄰居並沒有感受到電磁波的傷害，就連記者也沒感受到。大家拿專業儀器一測，輻射量遠低於安全標準，也就是說，這微弱的電磁波並不會對人體產生傷害。既然大叔說能感受到電磁波，那直接給他做個測試好了。給大叔戴上眼罩和耳塞，讓他根據自己的感覺判斷電腦的開關機狀態。一共做了7次實驗，大叔猜錯了5次，可以肯定他並不能感應到微弱的電磁波，所以大叔很有可能是心理問題。治療心理問題第一步就是要勇敢面對。他鼓起勇氣去找心理醫生，溝通下來才知道，股票投資失敗導致家庭破裂，這讓他無法接受，繼而形成了軀體化障礙，這是一種精神障礙。他們會堅信自己得了某種軀體疾病，不過呢，這些症狀可以通過藥物控制，但最終的解決方案還是要用愛來治癒。大姐每天洗澡必須穿着自制的鎧甲，洗一半的時候就要站在馬桶上，說這樣做是為了保命。家裡堆滿了各種雜物，在家只能爬行，所有東西都用塑料袋包着，屋頂也蒙上了大片的塑料，邊邊角角還包上了锡紙。大家都非常不理解，跟她來到卧室，大姐終於放鬆下來，摘掉了帽子，這才發現帽子是用區別針做成的，看起來足足有幾萬個，戴起來非常重。大姐就這樣戴着帽子生活了10年，她到底在躲避着什麼呢？大家建議她脫掉鎧甲生活，大姐顯得非常擔心，猶豫再三，決定脫下來試試。沒過1分鐘，她突然把頭埋在毯子裡，顯得非常焦慮，說自己疼得受不了了，接着快速穿上了鎧甲，這才慢慢平靜下來。大姐解釋說自己能感受到電磁波，房子裡充滿了電磁波，微弱的電磁波就會對自己造成傷害。她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屏蔽電磁波，可奇怪的是，大家並沒有感受到什麼電磁波。用專業儀器一測，輻射量遠低於安全標準，也就是說，這微弱的電磁波並不會對人體產生傷害。大姐非常不解，因為自己確實能感受到電磁波的傷害，這其實就沒啥好說的了，直接看心理醫生吧。溝通下來才知道，在她年輕的時候，被一個陌生男人跟蹤長達半年，會在半夜敲她的門，還經常給她發騷擾信息，感覺自己時刻都在被監視。從那之後，她變得敏感多疑，以至於都能感受到手機發出的輻射。她以為隨着時間的流逝，自己會慢慢好起來，沒想到卻變得越來越嚴重。醫生建議大姐要直面內心的恐懼，即使暫時無法克服，也要學會和恐懼共存，學會接納自己，慢慢就會好起來的。這是一種長在樹上的酒，為了採集這種酒，很多人冒着生命危險，僅靠一根繩子穿梭在高大的樹木之間，小哥淺嘗幾口，味道一言難盡。這種酒就是棕櫚汁，採集用到的工具就是一把刀和一個裝酒的容器，順着用椰子殼綁定的節點，一點點往上爬，來到樹冠後，將棕櫚樹花序頭部切開，把罐子套在花序頂端，來回敲打幾下，用來刺激汁液分泌。敲擊手法和力度會影響流出汁液的多少，幾個小時後就能收集到少量的棕櫚汁。為了能快速收集到棕櫚汁，他們不會爬上爬下，而是把棕櫚樹用繩子鏈接起来，採完一棵樹，順着繩子就來到了下一棵。要裝滿1桶棕櫚汁，他們一次至少要採集10棵樹，一天就要採集2次，把剛採集的棕櫚汁經過過濾，等它自然發酵，放幾小時就成了棕櫚酒。聞起來有一種很淡的酒味，喝起來酸酸的，好處就是很利尿，因為棕櫚汁含有糖分，所以也可以用來熬糖。把收集到的棕櫚酒過濾一遍，在路邊等着收酒的小贩上門。這種酒非常搶手，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今天的付出得到了回報，這就是斯里蘭卡菜酒人的生活。大叔每天來菜市場卻從不買菜，商販們卻開心得不得了，因為大叔是來抓蒼蠅的，他一巴掌就能抓到5隻，抓過的蒼蠅足足裝了4大袋。
菜市場的蒼蠅見了他都嚇尿了，只要他出手絕對不會落空，引得商販連連喝彩。看着只是簡單的揮揮手，有個商販覺得自己也可以，結果一隻都沒抓到。工作時，一隻不知好歹的蚊子飛到了大叔身邊，大叔慢慢靠近，蒼蠅察覺不對立馬就跑，但是太晚了，大叔已經出手，沒有一隻蒼蠅能活着逃出他的手掌心。大叔輕蔑一笑，表示這都不算啥。緊接着他表情嚴肅起來，眼神快速掃描，原來屋頂還趴着一隻。大叔迅速丟出紙團，蒼蠅瞬間成了肉泥。大叔對蚊子恨之入骨是有原因的，都是因為13年前的一件小事。當時正在和客戶談合作，沒成想菜裡竟然出現了一隻死蒼蠅，客戶憤然離去，20萬元的訂單也隨之丟了。僅僅因為一個蒼蠅就損失了20萬。大叔越想越氣，發誓只要有他在的地方絕對不允許有蒼蠅。從那以後，他開始訓練自己的反應力，苦練抓銀龍抓手，對着樹練習7傷拳，手背都磨出了厚厚的老繭。就這樣練就了100%空手抓蒼蠅的絕技。1年時間內抓到的蒼蠅裝滿了4大袋，還把蒼蠅做成了標本，就是為了更好的研究它。正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現在大叔還開了一個昆蟲消殺公司，只要別人一個電話，他就會帶着員工上門抓蒼蠅，一邊用撲蠅器，一邊大叔徒手抓。結果撲蠅器還沒有大叔的效率高，不得不說大叔的技能真的很實用啊。他們把面粉均勻撒在廚房地板上，接着又偷偷安裝了攝像機，本想找到在廚房搞破壞的罪魁禍首，結果卻拍到了讓人頭皮發麻的一幕。起因是好好的橡膠手套，只要在這家餐廳後廚放一晚，就會被撕得粉碎。怕大家不信，下班前店主又擺上了幾雙新手套，鎖上了唯一的大門。第二天一大早就看到店主和員工聚集在了門口。店主說自己一個人不敢進廚房，等人聚齊後才敢開門。真有這麼誇張嗎？大家一起來到後廚，記者也被震撼到了。好好的手套變得破敗不堪，碎片散落一地，像是被腐蚀了一樣。你要說有小動物的話，那它肯定會破壞食物，不可能沒事去咬手套。你要說是有人故意破壞的，那也不太成立。橡膠手套根本扯不動，即使用剪刀剪過的痕跡太不規則，也做不出這種粉碎的效果。那到底是怎麼造成的呢？大家越猜店主越慌，最後大家想出一個辦法，把面粉均勻撒在地板上，邊邊角角也不放過，又安裝了攝像機，不管是人是鬼，這次一定能找到這個罪魁禍首。第二天大家一起來到後廚，不出意外手套又被撕成了碎片，關鍵地上干干淨淨，一個腳印也沒有。這下大家更慌了，難不成真有那東西？大家趕緊查看錄像，發現手套在沒有任何外力的情況下，自己慢慢開始分解腐化，整個過程顯得很自然，畫面說不出的詭異。大家不由得後背發涼，趕緊尋求專家幫助。專家認為這是一種化學反應，橡膠手套是被氧化劑破壞的，這種氧化劑應該就是臭氧。許多廚房都在使用臭氧對食物進行消毒，白天排風扇會把臭氧抽到室外，但晚上排風扇不工作，臭氧就聚集在了廚房，隨着濃度升高，橡膠手套就被氧化，從而老化斷裂。為此，專家還做了個實驗，密閉空間內，當橡膠手套接觸到臭氧後，很快就被氧化掉了。專家說，只需要晚上也保持通風，把臭氧排到室外，就可以防止類似的事情再次發生。店主乖乖照做，晚上也打開了排風扇，果然第二天手套真就完好無損。省流哦，氧化反應。他吃面包要提前準備2包紙巾，因為他一吃東西就會流淚，怕大家不信，他直接吃起了熱狗，一口下肚，果然眼淚刷刷的下來了，就跟演戲一樣，而且越好吃流的越多。吃米飯不會流淚，吃炸雞就會流，這都成了一種指標。公司聚餐都會讓他先吃，根據流淚情況判斷食物是否美味。更奇葩的是，小哥吃東西只有左眼會流淚，而傷心想哭的時候就換成了右眼流淚，2隻眼睛分工明確。你就說神不神奇吧？據他媽媽說，他從出生就這樣，2隻眼睛很少有同時流淚的情況。如果有的話，那就是一邊在傷心一邊在吃東西，2隻眼睛就都會流淚了。反正醫院也去了，都沒發現什麼問題。醫生認為是屬於神經類的問題，接着在他眼睛上貼了2張試紙，再讓他吃下2塊糖果，緊接着試紙就濕了。試紙顯示他眼睛流出來的其實是口水。醫生說這是一種叫做鱷魚眼淚的疾病，是由於面神經麻痹，唾液神經和淚腺交織在了一起。確切的說，眼睛流出來的應該是口水，但對健康沒太大影響，可以不用管它，只是有點惡心而已。小哥本人覺得這還挺好的，可以成為聚會的談資，供大家娛樂也不錯。22歲小伙每天在背包裡裝一袋沙子，走到哪都帶着，家裡米缸內也裝滿了沙子。吃飯時他從袋子裡掏出來一些，抓上一大把就往嘴裡塞，吃得一臉享受。這就是他今天的主食。吃完還張嘴讓大家檢查了一下，他說沙子吃起來口感很脆，還有點甜。怕大家不信，小伙還想讓一旁的大叔試試，大叔也不含糊，抓起一把就要往嘴裡塞，接着露出了關懷智障的眼神。媽的，這不神經病嗎？小伙說每天帶一袋沙子，是為了能隨時隨地給自己補充能量，一旦困了累了就要吃，吃上一口整個人都精神了。他沒事就去工地吃自助餐，工地上的沙子新鮮可口，品類多量還大，這種紅沙是最好吃的。不過今天吃起來感覺有股騷味，有點奇怪。他轉頭又來到另一堆沙子前，看起來好像是新品，還真沒吃過。抓起一把先嘗嘗鹹淡，總結下來，白沙比較鹹，
紅沙比較甜，根據周圍小動物的多少，味道也會有所變化。不過說起他吃沙子的原因，卻很令人心酸。小時候他家裡很窮，3天餓9頓的，餓得實在受不了了，就想着吃沙子來緩解。這一吃不要緊，意外打開了味覺新世界，就這樣還吃上癮了。大家千萬不要模仿哦。他吃冰淇淋要加辣椒醬，一口下去冰火2重天，還說口感很像奧利給。咖啡裡也要加入半瓶辣椒醬，攪拌一下一飲而盡。他說餐廳的辣椒一點都不辣，會隨身帶着一瓶秘製辣椒醬。吃炸醬麵要先來上1勺免費辣椒，再加入自己秘製辣椒。好家伙，直接成了辣椒拌飯。旁邊大哥聞了一下就辣到咳嗽，吃完呢接着喝點水，水裡也要擠入辣椒醬。更奇葩的是，喝感冒藥也要加辣椒醬，還說這樣容易出汗，好得快。剩下的一點藥湯裡再加上米飯，這樣更有食慾了。感冒好了就要吃燒烤，喝啤酒那自然少不了辣椒醬，喝這麼一杯頂過去2杯。不僅如此啊，連他7歲的兒子都酷愛辣椒醬，米飯必須拌辣椒才能吃，連黃桃罐頭都要蘸辣椒。刚開始工作人員還以為是番茄醬，嘗了一口，厲害厲害，和他爸爸一樣，他喝水也只喝辣椒水。不僅是辣椒，各種各樣的芥末也是他的最愛，如果不給吃他就會哭。那他們真的健康嗎？經過檢查，醫生發現父親患有嚴重的胃潰瘍，兒子很幸運，暫時沒發現問題，但醫生還是建議少吃，畢竟正在長身體，要多吃有營養的東西。如果吃辣有段位，下面這位大媽也屬於王者級別，她10分鐘就能吃完1盆辣椒，這就是她今天的午飯。為了增加口感，她會用辣椒蘸辣椒醬，嘎嘣脆，好像吃黃瓜一樣。她竟然沒有絲毫反應，這該不會是假的吧？工作人員決定嘗一下，咬下一小口，差點被送走。大媽淡定地看着一切，不一會兒就幹完了1盆。為了測試她能吃多辣，節目組準備了世界各地的辣椒。大媽看得兩眼放光，這麼多辣椒看着就好吃。首先出場的是來自墨西哥的胡椒，大媽說還不錯啦，很甜。接着是煙燻辣椒，吃着像柿餅。第3個是來自泰國的辣椒，吃起來脆脆的像薯片。一旁的工作人員都看樂了，再次嘗試，還是辣到不行。大媽感覺很莫名其妙，根本就不辣嘛。雖然大媽很能吃辣，但也有她吃不了的東西。她不能吃洋蔥和大蒜，一吃就會滿臉通紅，甚至會吐血。為啥會出現這種奇葩現象？醫生提取了辣椒素，對大媽進行感官測試，把沾滿辣椒素的棉籤插入鼻孔，大媽一點反應沒有。醫生認為大媽對辣椒素不敏感，而大蒜之所以辣，是因為含有大蒜素。大媽對大蒜素非常敏感，所以才會覺得辣。即使這樣，我覺得大媽也屬於吃辣的王者級別了。然而下面這位小姐姐表示不服，冰淇淋加辣椒醬，這是她的神仙搭配。她一天就要吃3瓶辣椒醬，櫥櫃裡也擺滿了各種辣椒醬，每頓飯都要加上新鮮的辣椒段，還說辣椒能幫自己釋放壓力。現在她要挑戰當地最辣的炸醬麵，還要求廚師多放1斤辣椒麵。即使這樣，她還是不滿足，在麵上又加了辣椒段，吃得一臉愜意，周圍人都覺得不可思議。節目組給她準備了3種當地最辣的食物，第一個是辣炒年糕，剛吃一口她就笑了，沒什麼感覺嘛。第2個是辣醬咖喱，這個有一點點感覺，很快就幹完了1盤。第3個是魔鬼辣雞腿，仔細品嘗下還是一點反應沒有。她說從來沒有吃到過讓自己感覺辣的東西。聽到這話，節目組放出了大招，端上來一盒死神辣條，是用世界上最辣的龍息辣椒制作的，辣度是普通辣椒的220倍。據說這玩意兒只能中午吃，很多人吃完都坐上了依维柯大金杯。小姐姐也重視了起來，扎上頭髮，準備好牛奶，挑戰開始。她一口吞下去，仔細嚼了嚼，還不錯。剛開始有點甜，後面有一點點辣。即使這樣，她依舊一滴汗都沒出。不過這樣吃辣，屁股受得了嗎？經過檢查，醫生說她患有輕微的食道炎和痔瘡，必須要改變飲食習慣了。好了，我是月貝，關注我，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師。